地里面全是这个碎瓷片，然后满地撂的都是。在埃及满地文物随便捡是什么体验？这一期我们来到了埃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阿斯旺。从2016年到现在，这个城市一滴雨都没有下过，是埃及最干燥的城市。好在尼罗河从中穿过，给这里带来了超过4000年的繁荣。下面跟着我的镜头来看看这座埃及古城吧。在阿斯旺的这个尼罗河边上，这条路就是他们的主干道。然后大家走在这主干道上，看到河的西岸，可以看到这里在河中有一个洲，这个呢就是象岛。它叫象岛，是因为以前这个地方是做象牙交易的地方，在中间一个岛上，据说4000年前就有人在上面居住了。然后上面有一些神庙呀和有宫殿，然后我们待会上船去看看。如果大家要上船呢，可以选择用普通人的当地方式。在这个 KFC， 就在这条路上走的时候，大家可以搜一下，有一家 KFC， 然后从这个 KFC 这里下去就是坐那个船的地方。普通使用人是早上6点到凌晨12点的时候是每个人5埃镑，就每天都有船来回。然后12点到凌晨6点是夜班，就是50埃及镑。这里坐公交船是分男女的，女性和小孩一般会坐在船头，男性坐在船尾，乘船时可别坐错了。尼罗河不是很宽，大概2到3分钟就可以到象岛。象岛是一个长1.2公里、宽400米的河中小岛。我以为上面都是给游客住的民宿，结果走了一圈发现这里竟然是一个有耕地、能放羊、生活着很多努比亚人的村庄。一点不怕人，感觉他挺想刀人的倒是。村霸出场了，这是一个泉眼啊，哦，水很清澈的感觉。这稻草人还挺别致。哎，你们怎么分开了？嘿嘿嘿嘿嘿嘿嘿，去，过去，你们一队的，怎么都分开跑了？过去。那还有俩落单的山羊，山羊就是巨人。前面那些都是长尾巴的绵羊，你看它们尾巴是翘的。快去！成功防止羊群走散，今日功德加1。这个象岛上有很多民宿，但是我非常不建议大家来这里住。这个村落里的道路非常复杂，导航都不好使，有时候都不知道这个路是去别人家院子里的还是去街道上的。我在里面就直接迷路了，还好跟着前面这个大叔才走了出来。OK， 我总算走到一个像是主干道一样的地方了。穿过这个努比亚人的小村庄，终于来到了阿斯旺博物馆。大部分游客是直接坐船过来的，好吧，我还在这儿走了半天，在村子里。阿斯旺博物馆主要收藏着努比亚地区发现的文物，从公元前4000多年到公元1000多年，跨度非常长。但因为主馆还在修缮中，只能看到新展馆其中的一小部分。幸运的是，我遇到了正在这里工作的 Hiba， 他通过不同的文物向我介绍了古代埃及人的平民生活。When the man and woman separated, the man had to pay all the stuff she bought it with her when they get married. Women also need to buy something for the. No, to... it's like she bought stuff with her. Like me if I get married, I have like to bring the kitchen. kitchen stuff, clothing stuff. Yeah, and like living room. So the man had to
buy the House. The house, that's all. Land. Yes, and the woman take everything when they. 啊，除此之外，离婚后丈夫还要每年给前妻赡养费。那时候埃及女性的地位还真是蛮高的呀。Sorry, it's like I tried to give you the more information I know. I'm sorry if there were any misunderstanding, any mistakes. If you need any information, just come to find me. Yeah. Very It nice. was really nice to meet you. Me And too. Enjoy your visit. Yeah, I'm very glad to meet you here. Thank you. Really. Thank you. Okay. So, Bye bye. bye. Bye bye. If you need anything, I will be there. OK， 拜拜。因为刚才在博物馆里的是他主动来找我聊天的，我在埃及的第一感觉是拒绝。然后好在他说这个是免费的，不要钱的，他只是在这里工作，然后负责给游客介绍。然后我就听了，还真的非常不错。这样子心情又愉快了很多。我们接下来看看这个神庙。这都是有上千年历史的这种遗迹，触摸一下。遇到了想合影的社牛埃及人。已经晒了2个月的我和他们一比还是太白了。因为埃及南部更靠近赤道，所以这里的人肤色普遍都偏黑。这里的人感觉更像是《刺客信条：起源》里面的古埃及人。在博物馆旁的这个神庙是科努姆神庙，古埃及人建造它主要是为了祈祷让尼罗河发大水。是的，你没有听错，只有尼罗河泛滥了，才能给人口聚集的下游带去肥沃的土壤。所以之后很多朝代都在这里继续修建这个神庙，只不过他们是把前朝的庙推倒，再用原来的石块再盖个新的。所以这个庙是由来自不同时期的石头拼凑起来的。我发现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就是在埃及的这些景区、这些神庙这里，都有特别多的这种破碎的陶瓷片。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祭祀用的陪葬品太多了，就随丢在这儿，还是说这是后来这是人们放在这里的。然后我看到这些碎瓷片他们是在这个土里面埋着的。很多，我都不知道这个东西算不算文物。后来我问了 Hiba， 这些陶瓷片确实是1000多年前当地人在这祭祀时留下来的，算是文物了。埃及的文物真的是多到任性啊！这些碎片大家捡起来看看可以，但是千万不要带走，这是违法的。爬到神庙最高处的观景台，就可以看到整个阿斯旺的全景了，还有尼罗河上标志的3桅帆船。在河对岸的这个酒店，就是本地最著名的索菲特酒店了。尼罗河上的惨案这个小说就是在这里创作完成的，这里一晚上将近5000元人民币，土豪朋友们可以去体验一下。像我这样的穷游博主，还是多体验本地普通人的生活吧。这是我住的民宿附近的街道，当时快到斋月了，所以这边街上都挂满了小彩旗。这种饼是埃及人最常吃的主食，已经实现机械化生产了，还挺快的。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饼我最喜欢的吃法，埃及版肉夹馍。有牛肉的、鸡肉的，这个感觉像是香肠的，这个是肉末的。这是那个我吃饭的那个点的餐，然后吃呢就坐在它对面的这种座位上，然后前面过来过去的全是当地人。在这吃饭呢是要有一点社牛的。这个是牛肉的，里面有2大块牛肉，这么大一个饼，3块钱人民币，然后15埃镑。尝尝。棒，我太喜欢这个味道了，就是牛肉、洋葱、辣椒炒出来的那个，又炒又炖的那个味道，很香。这个牛肉，它这呢还给配了一些菜，这个西红柿，生的西红柿和生的这个，我也看不出来是什么菜，就是青菜可以直接吃的，然后配了点这个当地的泡菜。像我这种爱吃番茄的，我就放了好多番茄一块夹着吃。吃了之后我知道这个菜是什么，这个青菜是罗勒，那个罗勒的香味我能吃出来。因为
我在这拍，然后我在这吃，小朋友过来都会觉得很奇怪，然后会跟我打招呼。说下当地的泡菜，大家在埃及吃的很多，对面都会碰到这种腌胡萝卜、腌白萝卜，或者是腌菜，还有腌黄瓜，它全都一个味儿，很标准，就是那种有一点点咸，但是更多入到嘴里面是有一点酒精那个味道，酸味儿很弱，咸和酒精的味道，感觉像是发酵的，不是那种酸脆爽口的那种味道。吃完晚饭我就得早点睡了，明天凌晨我得前往300公里外的阿布辛贝勒神庙，只有赶早才能看到这个神庙最令人赞叹的一个设计。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欢迎点赞、投币、加关注。有相关问题的话，可以评论区留言。我们下期神庙见。